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来聊一下命令列下面的一些 Python 工具。第一个是 Python 自己的原生直译器 Python python 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打一些简单的小程式，或者甚至比较复杂一点的，像是回圈都可以使用。OK， 这是一个回圈的小程式，我们执行之后呢，它也可以顺利把它的结果列印在终端机上，对于处理一些小问题的时候还挺方便的。比方说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特别是因为 Python 它是有无穷多位的整数，所以在一些计算上面更方便。另外 Python 有一些高阶的函式库，这是内建的就有的，它是一个 high level 的档案操作，包含拷贝档案、查询档案的属性，这些都有。当然你也可以用更低阶的，像是 OS、chmod、OS、Utime 这些东西。另外就是 PassDeep 也是挺好用的，它是一个物件导向的档案操作系统。所以如果刚好你的任务是档案操作，但是它的逻辑稍微复杂一点点，它改名的逻辑其实有点复杂，把 Shell 那么熟悉，那说不定 Python 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快方法。另外有一些情况，你甚至可以利用它的 Command Line 功能的直接一行就解决它。比方说如果我要开启一个简单的未用 HTTP， 如果配上像我现在用的，我甚至可以把它在 browser 里头直接打开，然后去看它。也有一些像是简单的数学计算，那我可以把它 print 出来，然后有时候一行就可以来完成它。所以有些任务真的很简单，你甚至可以 import 一些，使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把它完成。当你最熟的东西是 Python 的时候，在一些任务下它可能会让你更省力。不过 Python 原生的直译器其实操作上才挺麻烦的，在早期的时候甚至连简单的 autocomplete 都没有。现在的话它其实是有这个功能，比方说 import numpy plus np， 我们可以按 p 点之后按 tab， 它可以给你一些可能的函数的选择，把它列出来，还算是比较方便一点点。我们可以把它整个把它 autocomplete 起来，但是还是没有像是 IDE 那么方便。那比较厉害一点的替代品有一个东西叫做 BPython， 它的 autocomplete 的功能更厉害一点点，更进阶一点点，而且它还有一些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一些关键字。autocomplete 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很漂亮的用不同颜色把它可能的选项把它列出来。你甚至可以在呼叫一个函数的时候，它会把相关的一些文件啊、参数啊，就像这边就把它直接列出来，所以是相当方便的，有一点点感觉像是你在使用 IDE 的感觉。我自己比较少用 BPython， 当然这是个人使用习惯，有些非常多人喜欢 BPython。那另外一个你可以用，而且你比较容易，可能已经有安装的是 Python。当你安装 Jupyter 的时候，很可能你的 IPython 就已经被装上去了。这边一样有一些 autocomplete 的功能，你一样可以 np dot 按 tab 之后，它会有一些还可以选择，其实还挺方便的。当然它比较没有一些像 BPython 那么花俏的功能，好像是它显示一些提示，但是它在科学计算上面还是挺方便的，也可以搭配你可能在 Jupyter Notebook 上面有用过的一些 Magic 来用。比较常见的一些像是惊叹号呼叫外面的东西，或者是简单的 Magic， 它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计算它跑的时间还蛮方便科学计算使用。除了 IPython 和 BPython 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程式可以使用。在讲一些更复杂的程式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个简单的用法，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原生的 Python， 但是你会希望它能够有更漂亮的输出，你可以使用 Rich 这个函式库。我们从 Rich 这边 import， 再 import 一个东西叫 traceback。这时候我把它做一个安装 pretty 安装，然后也 install 的时候呢，会发现东西开始出现色彩了。如果我按一个1，你看到这个1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我简单做 dictionary， 你看到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亮度选择。而我刚才用的 traceback 这个东西呢，当我们出现一些错误的时候，它可以用更彩色、看起来更高级一点的方式来显示错误讯息，这让你的错误讯息看起来也更高级一点。虽然这是一个蛮低级的错误了。那另外它也有提供 inspect， 比方说我可以看 print 这个函数，它就会比较漂亮的把它的文件显示出来。也可以而且没有它，比如刚才的 np 列出非常漂亮的方式，把它的一些说明文件都列出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选择。Rich 它本身还可以帮助你又再用 Python 来写一些命令在文字终端机下面比较漂亮显示的一些程式码。在 VS Code 或者 Jupyter Notebook 里头，我会用它来显示进度条。TQDM 也行，但是因为我还蛮喜欢 Rich 的，我会用它来显示。它也可以制作一些在终端机里头的简单 dashboard。它的其中的一些用法，我们可以
在这个它的官方网页上面来看到。比方说，如果你的 log 的呈现，它可以用比较漂亮的方式，更直觉的把它 log 呈现，然后它还可以用一些 emoji， 还可以 format 出来一些 table， 更漂亮的显示出来不同的东西。那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像是一种 dashboard 的形式，它可以让你及时的在你的终端机页面上面显示及时的讯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些更进阶的，其中第一个叫做 Yopori， 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当你执行 Yopori 的时候呢，它会出来一些讯息告诉你说，我可能要跑出 console、edit、hub、notebook， 就很像，它其实跟 Jupyter Notebook 差不多，它也可以开 Jupyter Notebook 的档案，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我们先用 console 好。我们先 import 一个 from import， 我们来打开一个 image 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支援我们之前可能有介绍过的 Sixel， 所以它可以在终端机里头显示图片出来。它也可以画 Matplotlib 的东西，比方说我现在简单的 import numpy_us， 我也可以用很多行。我现在import 这个东西，然后我让 x 是 linspace，然后我接下来画一个简单的图 plot sinx， 可以看到可以在终端机这画出来，甚至其实有点分不太出来，这到底是不是 Jupyter Notebook 了？因为看起来又有彩色又有图，实在是有点像。你可以画更复杂一点的图，我这边前面有画好的一个简单的图，它可以画出一些更复杂的一些图出来。如果你的终端机没有支援，那它会怎么办呢？它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的。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在 Windows Terminal 上面打一样的东西，这是刚才同样的程式码秀出的一些 Matplotlib 上的图。我也可以做的事情是用图片来画的图片秀出来。你可以看到它，即使你没有图形的能力，它还是尽量在你的终端机上面用各式各样的颜色把你的图片秀出来。当然这个图片秀得不完美了，但是你可以至少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这是哪一张图片，它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它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定，让这个图更大，然后让你可以更容易看清楚。不过使用的时机可能也没那么多了。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要在一个远端看 Jupyter Notebook， 但是开它的 port 很麻烦的时候，我才会使用。那它也有所谓 Notebook 的模式，可以做的事情是做一下，这时候会出来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的感觉。所以你可以选 New Notebook， 然后这边就可以做，比如说刚才我们用那个图片好了 ，run 这个 cell。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Jupyter Console， 这个是 Jupyter， 你可以搜寻一下 Jupyter Console，Jupyter 里头出了这一款Jupyter， 你看到它在 Jupyter 的 GitHub 账号下面有的。你可以使用 pip install Jupyter Console 去安装它，因为它并不是直接就会存在的，你还是需要安装它。所以我们一样可以 from image open， 好，这时候它就不会直接显示出来了。我把字放大一点点，我看一下 Jupyter Console， 我一样，这时候其实它的图会秀出来，只是它是额外开了一个 X 的那张图因为我这边是 WS 秀出来的东西位置有点奇怪。Jupyter Console 它会把这个图用这种方式把它秀出来。以上就是我们简单介绍的一些在命令列上面可以使用的 Python。